嗨，各位书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闲鱼读书是一个随机读闲书的小角落，这里会出现各种有趣兼奇怪的选书，希望可以丰富各位的生活。我最近看了一本以前觉得我这一生都不会读的书——漫画版《资本论》。这本书的全名叫做《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超图解资本论》，名字十分的长，就是马克思写的那一本批评资本主义的书的漫画版。《资本论》是3本超级厚的大作，加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当中，它是一本敌方的书。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目的，例如说你的工作跟资讯战有关的话，你又不是很闲，应该是不会特别花时间去研究它。但本人就是一个很喜欢读禁书的好奇宝宝。那天在图书馆看到"图解"2个字的时候，就觉得是时候要来读《资本论》了。因为通常这2个字印在书上，就代表无痛学习。既然相遇，那就是缘分，所以我就带它回家了。我使用完毕之后，是觉得还蛮好消化的。首先，它大概有2/3的部分都是图片。我最喜欢这种书，我前面应该讲了很多次。再来就是它全书都没有提到数字跟哲学，原著可是充满了这2样超可怕的东西。这本书就是大概介绍《资本论》的概念而已，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拿来跟人开杠当谈资的话，这样已经够用了。我觉得跳脱同温层阅读不同的观点是很重要的。有时候我不认同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团体，但我还是会去看他们的作品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参照物越多，就越能够发现是谁在说谎。这本书作为从零入门，我觉得做得蛮好的，尤其是它不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写的，这2国写的我都不敢完全的相信，要交叉比对着看。但是这本书是日本学者写的，我看内文的感觉，他应该是赞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，但是也不会说共产主义什么都是对的，比起两岸应该是中立了不少。虽然说是为了跳脱舒适圈，所以才看这本书，但是不管在立场上还是在资讯呈现的方面，我觉得阅读观感整体而言都是舒适的，并不会有什么让人很反感的过激言论，所以我就没有在开头预警叫泛绿阵营的不要看，因为我觉得有立场应该还是能够接受这本书。根据这本书的内容，《资本论》其实不是在推广共产主义，它是在谈论资本主义，所以才叫《资本论》嘛。现今那些共产国家使用的制度，到底是不是马克思发明的，从这本书其实看不太出来。他还有别的著作，但是我没有读过。如果他的其他作品你知道有类似这本书的漫画版本，或是入门书，请告诉我。资本论主要是在分析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的劳资状况。那个年代的劳工是很没有人权的，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这些现象。到现在里面说的很多状况，现在都有抑制的方法，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现在还存在的。如果后来不是掀起这么大的风浪，我觉得《资本论》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劳工常看的一本书。甚至可能在罢工或者是谈加薪的时候，还会引用里面的话呛老板。我照惯例介绍一下每一章的内容，然后挑出一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讲给各位听。这本书把整套《资本论》分成8个章，每一个章大概有13个小节左右。一个小节就介绍一个概念，然后会配有2张大图来解释。就算你真的不想看字，其实只看图也懂它在干嘛，非常的亲民，就像这一页。整本书几乎都长这样。以漫画来说，我认为人物很可爱，
是日本很常见的那种表现形式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正确名称叫什么。如果瘦一点的话，好像是叫火柴人。前面2章比较像是名词定义的介绍，我都是习惯按照章节来做笔记，但是我在前面2章的时候完全没有笔记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不是想要彻底读懂，只是要建立概念，那2章略过好像不太影响阅读。3到5章都在讲资本制度对劳工的剥削，第3章开始谈为何资本制对劳工不利，第4章是从劳工实际的工作状况下手，讲了一些当时的例子。第5章在讲对环境的剥削，也就是环保问题。第6章在讨论机械的使用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是对劳工有利。第7跟第8章讲的是资本主义哪一些结构是不合理的，也是从古代历史讲到当代。跟第3、第4章比起来，比较不同的是，它着重在系统对劳工的改变，而不是劳资双方的关系，以及最后预言系统会被革命推翻。阅读过程的众多感想当中，首先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原来我对资本主义这么的忠诚。我以前都没有发现这件事。我前面不是说他写得很好懂吗？但我其实看了第2遍还是第3遍才看懂他在干嘛。他确实是写得很好懂，这本书作为学习资料十分的优秀。我也并不是为了抓他的破绽才这么认真的看，因为他大部分的论点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都觉得不对，而是我发现虽然我看得懂他的文字，可是我理解不了他在讲什么。不要误会，这本书完全没有什么艰难的术语。症结点是我习惯资本世界的观念之后，你跟我讲资本家剥削劳工，我完全无法理解。我觉得资本家拿比较多就是应该的。他讲的不就是现在世界的公司跟市场的环境吗？这些不是很正常吗？有什么好介绍的？看到第 N 遍才突然可以切换观念，然后我就突然看懂了。我对资本跟共产经济学都没有学术深度的研究，所以我也不敢说谁更有道理。我比较在意的是，对于不同的观点，我居然连概念都无法理解，这让我有点被自己吓到。我好像真的资本中毒太深了，就像某些政治宗教走火入魔的人，会完全听不进不同的观点，变成这样超可怕的。总之，这本书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，它很好理解。但是我的脑子辜负了我的期待，它被洗得太干净了。接下来开始讲解概念，这边提醒大家一下，这些概念对我来说也是很新的东西，而且我们的阵营看不太到简单的资本论教学。可是它原作又听说蛮复杂的，有一些疑问我找不到我看得懂的解释，所以我的解读不一定是对的，大家就当作入门参考娱乐一下就好。如果你真的要拿这些理论来干嘛，例如说革命，请先求证一下。总之就是有错请见谅，也欢迎专家留言补充。首先来谈一个概念，剩余价值。剩余价值是我看懂这本书的关键。我前几次就是一直卡在这关过不去。这本书里给的定义是，透过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所增加的价值。当时让物品增值的方法就是请劳工来加工。举例来说，老板请劳工来把原料加工成面包，原料跟面包的价差就是剩余价值。重点来了，马克思觉得劳工自己做面包可以卖的钱大于他们的工钱，而老板赚的就是这其中的价差。
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。当然，这件事情现在很难说，因为还要考虑到品牌、行销或者是薪资谈判之类的，面包的价差也变得非常大。但是当时的工作结构没有这么复杂，那个时候的劳工也都是无产阶级，是没有读过书的农民，所以也不存在可以自己做面包跟资本家竞争的情况。现在你技术学成了，还可以独立出去跟劳动家竞争，劳资的身份变得不再那么绝对。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，会觉得资本家本来就应该拿到多出来的利润，所以两边的矛盾在于剩余价值要怎么分成才是公平的。在现代，相当于公司如果有赚钱，是不是应该帮员工加薪，还是应该全部归因于资本家的功劳？其实我们日常骂老板也是蛮常用到共产的观念，但是我们这里叫它劳工权益。不过这个议题引出另外一个社会现象，他在第4章第5节提到工作日的延长。大家应该有印象，新闻常常出现放假的时候劳工开心，但是老板抗议的情况吧？因为劳工不断的工作，剩余价值就会更多。虽然他们也会拿到加班费，但是对资本家来说，会希望劳工是24小时工作的，因为劳工多工作1分钟，他就多赚一点。所以后来出现夜班跟轮班。可是为什么一样在工作，劳工觉得上班很痛苦，老板却不觉得？是因为老板赚的比较多，还是因为他的工作比较轻松？不然比较缺钱的劳工应该更想要加班吧？难道是因为劳工比较懒惰吗？我想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公司是资本家赚钱的机器，所以运转的越久越好。如果把劳工换成机器也是一样。现在很多医院会过度医疗，先不讨论开刀吃药这种真的比较夭寿的，有些检查是不伤身，但是也不必要。背后的原理也是这样，就是机器都买了，当然是用越多次可以赚越多钱，所以就一直叫病人做更多的检查。它是合理的，但是对社会不见得是最好的，就只能靠人类的良心去约束这些行为，不然就是人人都要有足够的知识保护自己。书里有一个章提到人与机械的关系，我看着竟然莫名的跟现代有点代入感，因为他也是在谈论机器人抢走人类的工作机会这个问题。马克思觉得使用机器虽然减轻劳工负担，可是薪水跟职缺反而变少，结果使用机器多出来的效益还是资本家全部拿走，而劳工要配合不会累的机器，工作变得更密集更累，还要应付机械造成的危险。这些事情在现在改变了很多，但是如果不去抗议，其实资本家也不会主动改吧。第6章的第5节，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，引进机器不是为了减轻劳工负担，是为了增加利润。当时女工跟童工的薪水很低，因此羊毛工业就选择不用机器，而是使用人力，因为用人力更便宜。现在的工厂也经常迁移到人力便宜、劳权低落的国家，尽管某一些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机械化了，它也不会被引进那些用人力利润更高的地区。当然，我也理解开工厂就是要赚钱，没有人是为了做慈善才投资。但是有时候过度追求成本，在落后国家制造劳权或是环保的问题，这虽然在当地是合法的，可是它不是为了大部分人的幸福诞生的。他也提到，机器可以让体力不强的人也参与高强度的劳动，例如女性和儿童。共产主义认为女性和儿童加入劳动市场，使得工资变低，
男人得向资本家出售自己家人的劳动力，全家出动才能够换得温饱。但是对于想独立的女人来说，反而是一个机会。这也是共产主义跟女性主义后来分家的原因之一。现在社会常常发生劳工抵制某些新技术，因为怕机器抢走他们的饭碗。像是以前反对电子感应售票，到现在艺术家反对 AI 绘图。其实这件事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发生过。纺织工人害怕自己的工作被机器抢走，就发起了一个破坏纺织机的运动，叫做卢德运动。我以前看人抗议外劳抢工作也觉得很奇怪，这些工作就是本国人不做，所以才找外国人。那为什么又抗议他们做你不要的工作呢？现在看起来，劳工不是不要那份工作，是不要那个太低的工资。但是资本却很精明的把焦点转移到本劳跟外劳的冲突上。看到这些现象，让我觉得不管在资本还是共产的世界，发起破坏行动以前，真的要多想想背后的原因，才不会变成别人的打手还不自知。虽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，但是他并不是简单的归因于某些人或是物就是邪恶的。所以我对于这本书可以拿来当革命圣经有点疑惑。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很激进，但也可能是作者的功劳。他在第3章第3节跟第6章第13节曾经帮资本家跟机器说话。他认为资本家只是拟人化的资本，而资本的本质就是要追求利润，不断的增值。所以就算把资本家换成股份公司，这个本质也不会改变。最后赚钱会取代原先的目标，可是这个是制度的问题，而不是人性的问题。在追逐利益下，也会演化出量胜于质这种策略，就是只要能卖出去赚钱就好，东西本身没有用，没关系，能说服买家付钱就是好的商品。虽然也是有主打精品质感的商品，但是它能够卖得那么贵，其实也超出它本身的价值了。这不是指资本主义造不出好的东西，而是我们会用价值去定义什么是好东西，而不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价值比较高。这两个现象背后的意义是，人想要有钱是为了感到满足，但是最后会本末倒置，变成满足的来源是不断追逐金钱。这些现象也不是1、2个人能造成的，所以也不好说一定是资本家剥削劳工，或者是卖家欺骗买家。第7章第1节提到一个概念，形式吸纳跟实质吸纳，是指劳工本来只是形式上跟资本合作，但是在工厂工作久了之后，会主动去配合资本家的指示，把自己变成工厂机器的一部分，甚至去欺压、压榨别的劳工，形成弱肉相残。在第9节，他介绍了资本代言人这个概念，就是说，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劳工，最终会认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，即使自己在系统中得到的利益远比不上资本家，他们依然会站在资本的角度为资本辩护。我一开头不是就示范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？我这次居然有首尾呼应耶。大家看别人被诈骗的时候，都会很有自信，自己不会上当。然后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打死都不相信自己被骗了。所以说，做人真的不要太铁齿，不然下一个可能就是你。介绍这么多概念，《资本论》里面有很多次强调，系统里面的所有人都会被资本的驱力推着跑，即使对自己不利，最终也会赞成这些概念跟做法。我没有读过唯物论，但是这应该跟马克思的哲学概念有关。唯物跟唯心最大的区别就是，
唯物认为人是受环境影响的生物。我不否认超自然力量存在，但是人确实很容易被外在环境牵着走。我觉得即使不谈哲学，这也是一个大家肉眼都看得到的事实。但是知道自己会受影响，就是开启检视的第一步。这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想。实体的部分，它是东贩发行的，2022年11月1日第一版第一刷，算是蛮新的书，好像是一整套的吧。我有看到其他大师同样风格的图解版，作者白井聪是思想史和政治学家，他其他的著作看起来应该是研究共产主义的。它里面是双色印刷，跟我抓到的图有色差，我不确定是改版还是怎样。实体是枣红色、暗红色，颜色比较柔和。它内容做的还蛮像课本的，但是是走可爱路线。插图很多，但是标签结构那些也都蛮清楚的，各种专有名词都有小整理，还会穿插一些马克思的生平。因为它是单元式的，所以可以跳着看，不会影响理解。我个人是觉得很容易读，然后趣味性也够。如果当年课本都长这样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上顶大。它的厚度大概是一般书的一半，纸质是很轻的那种，所以你单手拿着不会很费力。定价是420，有点小贵，但是毕竟是日本货，所以也没办法。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，我是觉得内容跟编排有值这个钱。最后，谢谢各位书友的观赏，这本书就这样讲完了。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要去看呢？如果觉得有什么要补充的，可以留言。对我的讲法有建议，也可以跟我说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可以帮我按个赞或是订阅。如果有什么你觉得有趣、值得读的书单，也可以推荐给我。我们下一本书再见，拜拜。